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P，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我在美国 WSOP 期间参加了一场$1500买入的 Monster Sec 赛事，有趣的手牌。那我们就先来讲解这场赛事呢是一个什么样的赛事。首先呢，它非常的特别的是它的筹码量呢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它应该是整个系列赛中筹码量最多的一场赛事啊。它的起始筹码是5万，非常的多。那这场赛事呢，因为深筹赛啊，所以都会非常的热门，它的奖池也会比一般的赛事还要来得更多一点。那这场赛事呢，我们是在盲注300、600的盲注级别上桌。有趣的第一手牌呢，发生的盲注级别是在400、800的盲注级别，这是一个9人桌的状况。UTG 的这一位对手呢，他大约有10万的筹码量，选择加注到1600。我在 UTG 加2，我有起始筹码5万，然后我拿到了 AK 不同花带一张方块。这边的话，我觉得 AK 是一个可以考虑跟注，当然我觉得预设来说应该是3次下注会多一点点，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位置比较靠近前位，如果说靠近前位跟注的话，很有可能 CO 位或 bottom 位的玩家会再跟注，变成是有可能会进行到多人底池没有位置的情况下，也就是说，假设我今天是在 CO 位或 bottom 位，只有对上一个对手的时候，我有更高的几率会选择跟注这个 AK。简单来讲，就是我们在位置越差的情况下，比较可以3次下注的手牌，我们就不会拿来跟注。我觉得这是小的一个资讯。我当下选择3次下注，那我觉得尺寸的话，应该就是合理的范围都可以。我当下选择3次下注到5700 ，UTG 的玩家想了一下之后呢，选择了跟注，所以是一个单挑底池。翻牌是 K3A 2张方块，底池13400。这个时候他选择过牌。那我觉得在这种 Ace High 跟 K High 的翻牌，我觉得应该会是一个100%的持续下注啊，甚至是一对 J 一对 Q， 我觉得都可以考虑下注。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翻牌对我3次下注的范围是非常的有利，所以我觉得会是一个全范围的3次下注，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问题。当下呢，我选择的下注尺寸稍微小一点点，我选择下注3500。3500是一个什么概念呢？大约是25%左右啊，差不多低于30%啊，大约27、8%左右。所以我选了一个比较小的下注尺寸。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击中了 A 跟 K， 然后在一个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听牌的一个牌面。这个时候呢，比较特别的是 UTG 的玩家他选择加注到8000，他可不可以有一个加注的范围？我觉得答案是可以有。那我觉得比较合理的范围是什么？如果说他今天是1对3，我觉得可以加注。他如果今天是 AQ， 可能有的玩家会加注。他如果今天是10J、Q10、QJ 的同花听牌的话，我觉得也可以加注。所以说，根据这样子的范围呢，我们的策略是什么？当然，我们的策略就2个嘛，一个是跟注或者再加注，我觉得2个都可以。根据电脑的 GTO 策略，我猜在这个筹码深度呢，可能跟注会多一点。但是我当下选择再加注，为什么？我觉得在选择再加注有几个好处。第一个就是我认为它的 AJ 跟 AQ 绝对不会直接弃牌，然后我也知道它的 Q10、QJ、10J 方块一定会跟注，因为它绝对不能够直接弃牌。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它更弱的范围跟不管是顶对的范围、听牌的范围都会跟注的情况下，那我就觉得投入越多筹码，当然是一件好事哦。所以呢，我选择了再加注到16500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他选择跟注，那我觉得非常好嘛，就让你跟啊，我也不怕。转牌来一张不同花的8，没有改变什么，底池46400。这个时候呢，他选择过牌，那我们的筹码量大约剩下25000，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接近大约是半个底池左右就 all in。然后他想了整整3分钟之后弃牌，那我觉得他想3分钟是非常的合理哦，原因是因为如果他今天是 AJAQ， 我觉得他可能蛮痛苦的。第二个就是他如果是听牌，尤其是这种 combo draw 的话，我觉得也是蛮痛苦的，因为这个赔率真的很尴尬嘛，他可能有接近到合理的 outs， 可是他知道就是要买中才会赢嘛，所以我觉得他想了3分钟，不管他是什么范围啦，但我觉得就是一个挺好的状况。那如果说他面对我的翻牌的再加注都会跟注的话，那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况。下一手牌呢是一个翻牌前 all in 的一个状况，盲注级别是在500、1000 ，CO 位的对手大约有2万的筹码量，选择加注到了2000；bottom 位的对手有5万的筹码量，选择跟注。这个时候我在大盲位，我有1对9，我有一个决策要做。首先
边我觉得面对 CO 位的加注、button 位的跟注，我们的1对9是绝对的3次下注，永远不会考虑跟注啊，尤其是我们这些对子比较弱啊，没有位置的情况下，我选择了3次下注，我觉得比较大一点点。事后我觉得可能应该可以选择不用这么大，我当下选择加注到9000，然后这个时候呢 ，CO 位的对手 all in 2万啊 ，button 位弃牌，那当然我们就是一个轻松跟注。CO 位的对手呢是 AJ 不同花，那我们的1对9呢就成功的淘汰了这位玩家，所以呢，我觉得1对9加到9000是 OK 啦，但我觉得可能7000到8000，我觉得差不多的意思。那我觉得这个就很看玩家自己对于翻牌后的技术。如果你认为他翻牌后打得很好，甚至是 CO 位的玩家弃牌，但是 button 位的玩家很有机会选择跟注进行一个翻牌后的话，那我觉得加大一点是 OK 的。所以这个很看什么？很看第一个就是你自己对于翻牌后的技术的自信好不好，或者是你认为其他对手跟注的可能性高不高。那我觉得这都是评估我们整体的一个3次下注的手牌选择跟尺寸的一个些微的差异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P。我从2013年开启我的职业扑克之路，四海为家到世界各地比赛，把我的生活与热情全部献给了扑克。至今我赢得超过1.4亿台币的奖金，获得过2条 WSOP 冠军金手链，更荣获 GPI 亚洲第1的头衔。我在这10年的锦标赛经验中发现，最明显能区分一位玩家厉害与否的要素，就是翻牌前的策略。我们在扑克的第一个决策就是要不要玩面前的这手牌，要怎么玩，要跟注或是加注呢？这好比要盖一栋摩天大楼，稳固的地基是最重要的。所以欢迎大家加入我的课程，像职业玩家一样，做出完美的翻牌前决策吧。接下来呢，进入到了休息时间。那晚餐休息回来之后呢，第一手牌我觉得比较特别一点的状况，这是一个9人桌，盲注级别在1000、1500，但是桌上有2位玩家不在位置上，分别是 low 价位的玩家跟 button 位的玩家。9人桌的 UTG 有10万的筹码量，他选择加注到3000。我在他的下一家UTG 加1，我有15万的筹码量，我拿到了 AJ 不同花。那先讲一下 AJ 不同花对上前卫的加注的话，我觉得3种策略。第一个就是比较保守，就直接弃牌。但我觉得当下我不考虑直接弃牌的原因，是因为它其实是一个7人桌。当然，我觉得7人桌就没有道理弃牌所以我当下是没有弃牌这个选择。跟注跟3次下注呢都 OK， 那这个很取决于我认为后面的玩家的一些习性。所以呢，我当下就跟注跟3次下注再选择。那我觉得我自己翻牌后，自认为打比对手好的话，应该会是高频率的跟注多一点点。这时候我选择了跟注，然后呢 UTG 加2的玩家，他只有大约2万的筹码量大约是14个大盲左右，他选择了 all in， 当然其他玩家都弃牌，包括了这个 UTG 的玩家也弃牌，然后到我有一个决策要做，我认为 AJ 是一个最尴尬的手牌假设我今天有 A10 同花，我应该会弃牌，我有 AQ， 我有99，我一定会跟注。那我觉得 AJ 跟 AJ 同花或者是1对7大概就是一个最尴尬的手牌范围。我不知道他怎么想，他可能觉得桌上有玩家不在，所以他的范围比较宽，然后甚至有的玩家会推一些 KQ 不同花、KQ 同花之类的同花高牌的话，那我觉得跟注是可以接受的。反正他觉得是一个很尴尬的状况，我绝对不会否认我选择了跟注。这个时候呢，看到 UTG 加2的玩家是1对 K， 然后就损失一个2万的筹码量。那我觉得桌上的玩家有2个玩家不在位置上肯定是有稍微的影响了我们的范围。下一手牌呢是一个翻牌后的状况，是在1000、1500的盲注级别9人桌的状况。UTG 加2是一个阿姨这位阿姨呢，她有10万的筹码量，选择加注到了3000。CO 位的玩家有4万的筹码量，选择了跟注。我在大盲位，我有12万的筹码量，拿到了90不同花，有1张梅花9选择了跟注。翻牌是 AKJ 3张梅花，底池11500，3人底池。我选择过牌，这位阿姨也选择过牌 ，CO 位的玩家也选择过牌所以是3位玩家过牌。转牌来了一张叠牌 J， 那我觉得转牌一张叠牌 J， 其实对于3位玩家来讲都有相当多的 J原因是因为加注的玩家有10J、Q
QJ 的范围里面 ，CO 位的玩家也会有一些 KQ、KJ、QJ 的范围里面啊，他也不一定会下注。所以我觉得这张 J， 你说对于3位玩家里面都存在这样子的范围。当然，我的范围里面会有一些更弱的 J， 比如说 J4 同花、J5 同花，然后我也有很多同花的手牌，那我就会有一个很合理的价值下注范围，包括了2张梅花，包括了3条 J 的范围。那如果说我要找炸胡的话，我觉得最直觉的就是炸胡的逻辑一定是听牌的 odds 越多，越是我们的首选，尤其是多人底池哦。我觉得单挑底池，你只要炸胡掉一个对手就好了，对不对？那我觉得你选一些很宽的范围可能还 OK， 但是玩家人数越多的时候呢，就要慎选。这个时候呢，我觉得第一个90不同花带一张梅花9，我有一个卡顺，我有一张梅花，所以我觉得它有点像是你知道吗？比较糟糕一点的这个 combo draw， 花顺双听牌的炸胡。精彩，第一次讲这个词，花顺双抽，听起来好像很强，好像什么一个什么很强的技能，有没有？花顺双抽，反正呢，这样子的手牌呢，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不想要拿来过牌跟注，那我觉得它适合拿来炸胡，所以呢，当下我选择拿来炸胡。我觉得我可以有2种下注尺寸，一种是1/3，一种是2/3。在这种台面下，我认为我不会有比2/3还要更大的下注尺寸，原因是这是一个多人底池，再加上多人底池就没有必要大尺寸的下注，尤其是在一个同花的牌面，所以呢，我选择了下注一个7000，我觉得是 OK 的。然后呢 ，UTG 加2，这位阿姨跟注，然后 CO 位的玩家弃牌，所以是一个单挑到合牌，然后合牌是一张不同花的4，底池25500。这个时候呢，我觉得可以考虑炸胡，也可以考虑放弃。那我当下决定炸胡，我选择了下注16000。然后这个阿姨呢，想了一下之后呢，她跟注。我看到她的手牌，其实我蛮惊讶的，她是 KQ 红桃，也就是她是一个中队，她也不在乎我有没有3条 J， 不在乎我有没有同花，也不在乎我有没有 A， 她就是抓炸胡。以他的手牌，我觉得蛮尴尬的。如果我是他，我可能会跟到所有的 A， 我觉得就足够了。原因是因为我们就说了，3人底池的状况，他绝对会有很高频率过牌他的 A， 或者是10J、QJ 3条 J 也是非常轻松的跟注嘛。所以如果他的范围他跟到 A 跟到3条 J， 甚至是同花或顺子的话，我觉得都算是一个合理的范围。他跟到 KQ， 说实话我蛮意外的，但他抓得好。以上就是这一次的$1500买入的 Monster Stack 第一天有趣的手牌讲解。那你如果对于我们这次影片有任何的问题的话，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。如果说你想要问我手牌的话，欢迎到我们的 DC 手牌投稿区投稿你有问题的手牌，记得一定要订阅分享我的频道。我是小 P， 大家拜拜。